嗨，这里是 Dimi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款德国 Hohner 的14孔半音阶 Master Class。请买到的时候，第一时间你会拿到就是有一个纸盒的包装，那里面就装着一把琴。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来看看。好，打开来之后会有一个硬盒装然后它里面可能有铺一些棉所以你可以摸到它稍微软一点。好，前面有这个开关左右两边把它按下去之后，你就可以把盒子打开。打开，长这个样子。打开之后有一块布，侍琴布，先放旁边。然后有一张纸，这个有口琴的构造，不过看起来好像不是 Master Class 的构造。有一张纸，放旁边。里面有一把琴本身，还有它附了一把这个小钥匙，小钥匙，它是可以锁这个盒子的所以如果你出去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你误触这个开关，盒子会打开。好，这两个东西先放旁边。好，全新的 Master Class，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样子。上面有标点，上面有标点，然后它是做这个金属的。铝琴声，就是大家在买这把琴的时候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铝琴声。然后它是直列式的按键，直列式的按键，所以你按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按键跑到另外一边，孔位跑到另外一边，按下去之后跑到另外一边。好，那我们开箱这款琴，我们就来实际的测试它一下哈。刚刚这个它底部的螺丝没有锁太紧所以我刚刚稍微补了一下。好，现在亲密度好一些。初次吹的时候会觉得这款琴它的声音比较偏亮，一点，就是比较没有厚度。那有一些琴友们他就是特别喜欢就是这种声音。那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是有点偏刺耳的它虽然有清亮的成分，但因为它比较没有低频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它的整体的声音都集中在比较高的地方，听起来稍微刺耳。我很少使用 Master Class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按键它是直列式的按键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它按下去之后它会直接切换到另外一边。直列式的按键它的键程会比较短，所以在按键的这个速度上会稍微快一些。我很少用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办法习惯这个直列式按键的样子，所以包含我在吹奏12孔的半音阶，我都会选择去买这个交错式的按键例如这些琴，我拿给大家看。例如我手上的3款12孔半音阶也都是交错式的第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爱用的这个 CX12 Jazz 版它也是交错式的按键大家可以看一下。那第二把琴就是我前一阵子收的这个 SCX48。那我也特别去收这个交错式的按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程序是我比较喜欢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个低音之夜的影片，我所录制的这个口琴Suzuki 的这个 Bass 半音阶，这个也是交错式的按键。包含我最近开箱的这一款 Luna 也是这个交错式的。所以我手上的12孔半音阶基本上我都是选择交错式的按键给大家看一下。交错式的 Master Class 在外观的设计上，我觉得它做得很简洁。
也就是说你这样看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把琴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干净。那你在握持的时候，它也是很顺手哦，它不会太宽或太窄。你在握的时候会觉得还 OK。好，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半音阶口琴，它在盖板上它是有做一个弧度的，也就是说你的手在拿琴的时候，可以比较牢固的抓住你的琴。好，那 Masterclass 它在设计的时候，它就是做平的，所以如果你的手会出汗，或者是你手刚好摸到一些比较油的东西，哦，你在持琴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左右滑动的问题。好，那它的这个接近你虎口的这个角，它有做导圆角的设计，所以这个拿起来的时候是算蛮舒服的。整体而言，这款琴它在拿的时候不会太重，好，因为它的琴身是用铝做的，那铝这个材质比较轻一点，好，所以它拿起来重量都还算是可以操控的范围。如果你自己要演出，前面加一支麦克风，你这样单独吹奏，或者是你要像重奏演出，手持麦克风，其实都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范围内。好，那这款琴它的盖板跟它的吹嘴，它很线性的样子，也就是说你的嘴唇贴合上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在盖板的地方会有隆起来的问题。那这个也是属于见仁见智的。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想要有两段式的样子，就是盖板稍微凸起来，然后吹嘴跟盖板会有一个明确的这种衔接感受的。然后有些人就是喜欢这种平滑的，所以就是挑一款你自己喜欢的而且舒适吹奏的琴就可以了。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有买过一把这个 Masterclass， 那时候因为自己也没有什么改造口琴的能力，也只有很基本的维修口琴的概念，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一把琴它在拆装跟它在吹奏上的时候，一直会有让我有漏气的感觉，所以那款琴我也只拿过它上一次的演奏会舞台。那后来就因为我实在是太少用它，然后加上这个铝制琴身会有粉化的问题，所以当初我就把它卖掉了。好，那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不太确定这个铝制的琴身会不会还是有粉化的问题。因为粉化的问题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它的气密度会不好。那口琴这个乐器，尤其是半音阶口琴，它属于这个零件比较多，它一层一层堆叠。那如果每一层的这个零件它都稍微有点漏气，那就整把琴吹起来就会很漏气。所以在吹奏半音阶的时候，其实我很要求就是它的琴的气密性。当初买那款琴，因为它的琴身有粉化的问题，所以导致它有一些漏气的现象。那我就非常非常少使用它。好，那这款琴开箱，等一下会拆给大家看。那拆完之后，我会开始对这一把琴动工。我开始把它改制成我自己想要的这个配置，还有这个音色。好，那左手这一款琴是我改制过后的样子，就是我有一把这个自己在用的 Masterclass， 它采用的是钛琴身，以及木盖板。那我觉得这样的改制很有效的可以让 Masterclass 的这个高音高频刺刺的这个声音少很多，然后也可以让这个琴的整体的声音厚度往下再沉一点。那重量会稍微重一点，比起原厂的这个铝制琴身，重量会稍微重一点。好，接着我们就要来测试这两款琴。第一个就是改过的，跟我们刚刚开箱的原装的 Masterclass。好，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两款琴在声音上的表现是如何。好，那我们就分音域来测试。首先是贝低音的部分，手拉西哆。好，再来是改过的 Masterclass。好，接下来是低音域的部分，低音域的部分，第一孔到第四孔。
下来是改过的Master Class。好，接下来是中音域的部分第5孔到第8孔。好，接下来是改过的 Master Class。接下来是原厂的高音区部分，第9到12孔。好，改过的 Master Class。好，下一个部分是半音阶的上下行。改过的 Master Class。接下来就用几个曲子的小片段来感受一下这款琴在吹奏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回馈，还有在句子以及音型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还有这个效果。改过的 Master Class。爱的礼赞。
游戏式的间奏曲，中间慢板的地方。改过的 MK 慢板。Libertango 原厂的 MK。改过的 MK。短暂的测试这款琴，因为它的簧片比较轻薄短小，所以它在吹奏一些快速的音群的时候会反应蛮快的。但是因为这个特性的关系，在听觉上它的声音会比较偏高，也就是人家讲的稍微刺耳一些，低频有一点沉不下去的感觉。那我刚刚试了几首歌，这款琴它在原厂的设定之下，对我来说它的簧片间距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我在吹奏一些舌头断音的时候，它是会塞住的。例如这个，它就会一直有塞住的感觉。这个是它原厂设定的时候，它样子不够符合我的需求。那对我来说，每一把琴买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会调整它的间距，调整到我喜欢的样子跟我适合的样子。所以如果你可以动手自己调整的话，这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好，那等一下我们要来把这把琴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构造以及它设计的方向。好，那测试的部分我们就先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这一把 Masterclass 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构造。好，它外面的盖板壳的螺丝是一致的。所以你用一致的起子就可以把它拆开来。好，拆开来几个关键的点，大家可以看一下。Masterclass 的这把琴是 Hohner 的琴，那它的胶片的尾端有一点点凸起。那在换胶片的那个影片教学里面，我们有提到 Hohner 胶片它的尾端有一点凸起，是为了要帮铆钉去预留这个空间。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尾端的地方，它会稍微有一点凸起，每一个都是。那这把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打开来之后，你会发现一般八音阶所使用的撑片跟这里是不同的。Masterclass 的撑片是用螺丝的方法转到它的簧板里面，所以等一下我们用这个工具把这个转开来。第一次在拆卸这个撑片的时候，因为它比较紧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用这种尖嘴钳去辅助它。好，稍微转动一下就让它松掉一点，你就可以直接用手把它转出来。它的撑片，它的尾端是用螺丝的形式锁到簧板里面的。好，打开，我们先放旁边。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把簧座板拆下来，好，以及吹嘴。好，簧板的螺丝是稍微细一点的。好，螺丝拆掉之后，你就可以把簧板拿下来。好，来看一下内部。
好，琴格的部分呢，它就是用铝的去做。好，然后在拆黄板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弹簧会不会弹出来哦。所以我第一件事情，黄板拿下来之后，我就会先把弹簧先挖出来，好，以防它等一下就是直接弹掉，那你就会很难找。好，先把弹簧取下，放旁边。好，下黄板。好，它拆下来长这个样子。好，全新的口琴，所以内部跟外部都看起来非常干净。好，我们接下来把吹嘴也拆下来。吹嘴上面是 M2 的螺丝，那是一致的哦，所以我们用一致起子把它拆下来。好，琴身里面有买2块这个小颗的螺母哦，长方形的螺母哦，你要记得这2块不要不见哦，到时候会很麻烦。好，那拆下来之后，我的习惯是我会拿这个螺丝把它固定住哦，把这个螺母固定住，这样它就永远都会在那个地方，不会不见。好，我们把它先锁上去。好，看一下琴身的部分。Masterclass 的琴身呢，它采用的是这一种哦，前面没有垫片的设计。那这种琴身的设计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会造成你的口琴在没有装好的状况下，非常容易漏气。好，包含大家常拿的这个 Honor 的270。好，270D 还有 Tooth 系列都是这一种琴身，好，你会发现它是设计是很类似的。好，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它设计是非常类似的哈，就是前面没有这个阻挡住的部分。好，那它阻挡住的这一条，它另外做了一个3件式的，好，放在这里，好，它就把它阻挡住。好，那这个时候会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你今天你的黄板，哦，你装上去之后，你没有非常的切齐这个琴身，哦，假设你装的是这样歪歪的，你就会发现你的低音区会比较漏气。那有可能你是装这样稍微歪歪的，这样高音区就会漏气。那金属琴身相对这个问题小一些，因为它不会有这个膨胀或变形的问题太多。好，当然如果你可以经过打磨的话，它的效果会比较好。那如果你是像这一种是木头琴身，而且它的密度又相对比较低一点的话，像这款琴270D 这一款或270系列，最多人的问题就是要么就是琴裂开，哦，要么就是它因为吹久了膨胀，造成这个密度不好，哦，你在气密性不好，所以你在吹奏的时候，跟你在保养的时候，你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这种设计，第一个是除了气密度会容易不好之外，再来就是你对于安装的这个手法跟这个技巧还有顺序都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特别的去留意。好，这个琴身哦，就跟我们一般在看到的半音阶琴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哦。那低音部比较宽一点哦，高音部它有做缩窄的设计。好，然后其他就是螺丝孔位，好，就长这个样子。好，那像这种琴身呢，Suzuki 的 Fabulous 系列也是这样的设计哈。那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不太好的，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使用者拆装的品质就会特别要求。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Suzuki 的 Fabulous， 好，你会发现它在这个琴身的尾端的地方，它也是像这种一样，它是没有防漏气的设计。好，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买这个 Fabulous 系列的时候，一开始买来都会觉得很好吹，但是只要你经过拆装，或者是你经过维修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它装好，就会发现这个琴就没办法像原厂出厂的这么好吹。好，所以谁帮你维修口琴，这个人物也是蛮关键的哈。那 Masterclass 也是类似的问题，270D 也是类似的问题哈，就是它前面没有做这个防漏气的设计。好 ，Masterclass 的内部就长这个样子。这把琴我就不装回去了。那这把 MK 我就会把它改制成这个 Laylabs 的14孔系列哈，因为有这个客户要求要定制这款琴。那我就顺手把这把琴的开箱跟它拆解拍给各位参考。那接下来我就会对这把琴做一些后期的处理，然后把它做成一把完整的样子给客户。
以上就是这一把 Hohner Masterclass 的开箱影片。那如果你对于这把琴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是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也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给我。那如果我知道，我就可以回答你。好，那这里是 D-Min Studio，我们下次见，拜拜。